经常年薪2亿美元的朋友们肯定知道，赚得多不代表存得多。每到月底一看账单，外卖、房租、信用卡，钱就像后防线被打穿。足球巨星也一样，只是他们的版本比较夸张。你以为他们一年赚1亿，银行里就多1亿？错，豪宅要维护，私人飞机要保养，经纪团队要分成，税务要先砍一刀，品牌公司要养员工，投资失败还可能直接来一脚乌龙球。所以今天我们不看身价，不看年薪，也不看谁刚签下天价合约，因为身价是俱乐部愿意花多少买你，年薪是老板今年给你多少，这些都不等于你真正剩下多少。今天我们只看一件事，扣掉税务、生活开销、商业风险、投资波动之后，真正留在口袋里的净资产。坊间铺天盖地的体育财经内容，总是陷入同一个误区，单纯把年薪、代言费简单相加，直接当成球星个人财富总额，却忽略了职业足球员的收入结构藏满普通人难以想象的隐形消耗。首先是税务，欧洲主流足球国家所得税普遍突破40%，部分地区搭配财产税、肖像权特种税，单笔5000万美元收入扣完各类税金，到手直接砍半。其次是经纪人分成，职业合约、商业代言全部需要抽成5%至10%，10年累计下来会是一笔天文数字。再来是生活刚性高消费，不少球星习惯维持数十人规模的私人团队，营养师、复健师、造型师、安保、管家全年跟随，这笔开销不论赛季休赛从不中断。除此之外，多数球星热衷大额实业投资，酒店、地产、潮流品牌、加密藏品、足球俱乐部股权都伴随不确定风险，一旦行业遇冷，投入的本金随时面临缩水。这一部分浮动资产只计算稳定无负债、可随时变现的净值。财富排行第11名，哈兰德。老规矩，体坛硬核拆解每日更新，喜欢这类深度内容的订阅开铃铛。哈兰德估算净资产大约1亿美元，但这个数字有一点欺骗性，因为如果只看现在，他还没有进入 C 罗、梅西那种财富层级。但如果看未来5年，哈兰德可能是整个足坛最可怕的资产增长股。他的收入结构大概是俱乐部薪水和奖金约60%，商业代言约2%5%。房产和投资约1%，其他肖像权与活动收入约半成。Forbes 2026估算他年收入约8000万美元，其中场内6000万，场外2000万，这就很清楚。哈兰德现在主要还是靠踢球赚钱，不像 C 罗和贝克汉那样已经靠品牌与股份长期收割。哈兰德真正的财富爆发点是2023年曼城3冠王之后，他的身份变了。之前他是超级前锋，是数据怪物，是进球机器。但2023之后，他开始变成全球品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球员从很会踢变成很会卖，中间通常需要一个历史级事件。对哈兰德来说，就是3冠王。品牌看哈兰德，不只是看他的进球，而是看他的辨识度。金发、强壮、北欧、机器感，这些元素组合起来非常好卖。姆巴佩像速度与未来，哈兰德像力量与怪物。这种人设太适合广告了。运动品牌可以拍他像战车，手表品牌可以拍他像精密机械，耳机品牌可以拍他赛前进入杀手模式。而且哈兰德有一个很特别的花钱方向，他不像内马尔那样把钱花成派对大片，哈兰德更像是在保养一台昂贵的进球机器。私人厨师、恢复设备、冰浴、营养管理、睡眠品质、训练团队，这些东西一年加起来可能非常可观。普通人买保健品叫养生，哈兰德买恢复设备像是在给超跑换零件。比如他拥有不少高价包款和房产，这种反差很有趣。场上像一台北欧推土机，场下也会出现顶级时尚消费，这代表哈兰德正在从纯运动员慢慢进入超级名流圈。但他最大的问题是，国家队荣誉还没完全兑现，俱乐部层面他已经打出来了。但如果挪威在世界杯走得够远，那他的商业价值会再上一步。尤其世界杯这种舞台，对哈兰德来说就是全球广告牌。如果他能带挪威打出奇迹，他的资产可能不是慢慢加，而是直接跳级。所以哈兰德现在不是榜单里最富的，但他是最像未来财富怪兽的人。他的钱还没有完全长出来，但种子已经埋下去了。财富排行第10名，孙兴敏。他的估算净资产大约1亿美元上下，因为孙兴敏的财富故事不是靠一份天价合约突然爆炸，而是靠10年稳定形象，一点一点把自己变成亚洲足球最值钱的招牌。他的收入大概可以拆成4块，职业薪资大约占40%，商业代言大约占40%，房产与投资约1/5，其他肖像权和活动收入约半成。听起来好像很平均，但真正的重点在第2块，商业代言。孙兴敏最可怕的地方，不是他在热刺拿过多少薪水，也不是去美职联后年薪突破1000万美元，而是他的商业形象太前进。韩国企业找他，不只是找一个足球员，而是找一个可以放在所有广告里都不违和的人。运动品牌可以用他，时尚品牌可以用他，行李箱品牌可以用他，刮胡刀可以用他，饮品品牌可以用他，金融品牌也可以用他，电子品牌也可以用他。这种球员非常稀有。2022年世界杯是他财富故事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。那一年，他戴着黑色面具出现在世界杯舞台上，那个画面对亚洲市场太有记忆点了。不是单纯帅，也不是单纯热血，而是一种忍着压力还要往前冲的形象。那一刻之后，他不只是韩国队长，而是整个亚洲足球的一张脸。
很多球员世界杯踢完，商业热度只维持几个月，但孙兴慜不一样，他的热度能延续，是因为他的故事够稳。他不是靠一次爆红吃饭，而是从德甲到热刺到英超金靴，再到世界杯队长，路线非常完整。品牌最喜欢这种人，因为你不用重新解释他是谁，观众自己就知道他代表什么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间经营非常保守但现金流稳定的公司，没有突然暴涨到吓人，也很少突然暴雷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能成为亚洲足球最成功的商业样本。别人靠一场比赛出圈，他靠10年形象复利。财富排行第7名，姆巴佩。为什么是第7名？因为中间第8名、第9名被我插出去了。姆巴佩估算净资产约2亿5千万美元，这个数字恐怖在哪儿？不是2.5亿本身，而是他还不到30岁。很多球星30岁才开始进入商业成熟期，姆巴佩20几岁已经把前半生的财富地基打好了。他的资产结构大概是俱乐部薪水和签字费约5%，商业代言约2%，房产与投资约1%，其他肖像权和授权约半成。Forbes 2026估算他年收入约9500万美元，场内7000万，场外2500万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仍然是靠高薪和合约主导财富增长。姆巴佩真正第一次商业爆发是2018年世界杯，那一年他不是普通的法国新星，而是把自己踢成了下一个时代的封面。世界杯这种比赛最残酷也最值钱，你在联赛进30球，很多非球迷不一定知道，但你在世界杯淘汰赛狂奔一次，全世界都会记住你的脸。第二次爆发是2022年世界杯决赛，虽然法国输了，但姆巴佩帽子戏法把自己从巨星踢成了世界足坛未来门面。那场比赛很微妙，冠军是梅西的，但流量未来是姆巴佩的。对品牌来说，这比冠军更重要，因为品牌不是只看你昨天赢了没有，而是看未来10年谁能代表足球。第3次爆发是加盟皇马，这一步让姆巴佩正式进入足球商业的最高平台。巴黎能给他钱，但皇马能给他全球叙事，这两者完全不同。巴黎像豪华合约，皇马像历史舞台。当一个世界杯冠军，法国队长，速度型超级巨星穿上皇马球衣，他的商业故事就被重新包装了。姆巴佩的花钱方式不像内马尔那么浮夸，他更像在建立一个以自己和家族为核心的商业系统，肖像权、个人公司、基金会、顾问团队、法律团队，这些都不是小钱。很多观众只看球员收入，却忽略超级巨星背后其实有一整套公司在运转。姆巴佩不是一个人在赚钱，他像一个品牌集团的董事长，但他的风险也在这里。姆巴佩的财富高度依赖未来王者这个叙事，如果他在皇马拿到金球、欧冠，甚至再拿世界杯，他会向梅罗逼近。但如果未来几年大赛不顺，他的收入还是很高，却未必能进入10亿美元级别，因为从2亿到10亿中间差的不是薪水，而是传奇。财富排行第5名，内马尔。内马尔估算净资产约4亿5千万美元。这个在足球场上 cosplay 足球的人，这是足坛最戏剧化的财富故事之一，因为他真的很会赚，也真的很会花。他真的像商业天才，也真的像一部永远在更新的真人秀。他的收入结构大概是俱乐部薪水和奖金约50%，商业代言约3%，社群娱乐合作约1%，房产和投资约1%。内马尔最强的地方是他的商业收入不只是足球，他是时尚、游戏、扑克、娱乐、社群全部都能吃的人。2013年加盟巴萨是内马尔第一次全球商业升级，在巴西他已经是天才，到了巴萨他才真正变成世界商品。梅西旁边的南美天才 MSN 组合、欧冠冠军，这些让他从巴西国民偶像变成全球市场都认得的球星。2017年转会巴黎是第2次爆发，2亿2200万欧元，这不是一笔转会费，这是一个时代的分界线。从那天开始，足球市场的价格表被重新改写，内马尔也正式从梅西身边的超级队友变成一个单独的商业中心。然后是 Puma， 这个合作非常关键。离开 Nike 后，内马尔转投 Puma， 外界常见估算是每年约3000万美元级别的球鞋合同。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品牌愿意用超级高价赌他身上的娱乐价值。内马尔不是最稳的球员，但他是最会制造注意力的人之一。内马尔的奇怪收入也很多，扑克合作、游戏合作、直播曝光、娱乐活动、时尚联名。一般足球员商业收入像一条河，内马尔像很多条水管一起接进来。今天球鞋，明天游戏，后天扑克，生日派对都能变成流量事件。但他花钱也是真的有画面感，豪宅、豪车、私人飞机、派对、朋友团队、扑克爱好，这些都是内马尔故事的一部分。他不是那种只把钱存在银行的人，他更像把钱变成生活方式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财富故事有趣。你很难说他亏，因为他赚的太多；你也很难说他完美，因为他的支出和职业波动都太大。内马尔最可惜的地方在于，他原本有机会成为梅罗之后的商业第一人，论天赋、脸、球风、娱乐感，他全部具备。但伤病、世界杯失利、职业选择，让他的历史地位没有完全跟上收入能力。这就像一家公司营收很高，但股价没有变成世界第一，
因为市场总觉得他还差一个真正的终极产品，他是另一种成功，不一定成为球王，但绝对把流量变成了真金白银。财富排行第4名，贝克汉。贝克汉估算净资产约10亿美元，世界杯一脚圆月弯刀，席卷全球数十亿粉丝的传奇男人。但他的故事最有教育意义，因为贝克汉真正让自己变成亿万富翁的，不是踢球时的薪水，而是一条很多人当年根本看不懂的合约条款。他的资产结构大概是迈阿密国际股份约30%到40%，品牌授权和商业代言约30%，房产和其他投资约20%，球员时期收入剩余约1%多。你看这个结构就知道，他不是靠退休金变富，而是靠资本增值翻身。2007年，贝克汉去洛杉矶银河，当时很多欧洲球迷都笑他，觉得他离开皇马去美国就是提前养老。可真正懂商业的人会发现，贝克汉不是去退休，他是去开地图。2013年退役后，很多球员的收入曲线开始下滑，贝克汉却刚好相反，他的足球人生结束了，商业人生才进入主线。2018年前后，迈阿密国际项目开始成型，当时这还不是什么超级球队，只是一个有想象力的美职联新项目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贝克汉的财富核心是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股权。当年他加盟洛杉矶银河队时谈下的一项条款，让他日后能以优惠价格买下美职联的扩军球队。这一手操作后来被公认是体坛史上最聪明的商业布局之一。等到梅西加盟之后，球队估值直接翻倍再翻倍，如今已经超过15亿美金，贝克汉的股权价值也跟住水涨船高，如今这一项资产估算就超过4亿美金。财富排行第2名，梅西。梅西估算净资产约11亿美元。很多人总觉得梅西不像商人，因为他不爱高调，不爱包装，不太像那种会站在镜头前卖东西的人。他只要是梅西，商业价值就会自己走过来。他的资产结构大概是职业生涯薪水约40%到45%，阿迪达斯等长约代言约2%5%，迈阿密相关分润与股权想象约1%到1%5%，酒店、房地产与投资约2%左右。梅西的第一次财富大爆发，当然是在巴萨。巴萨20年不只是荣誉累积，也是薪水累积。巅峰时期的梅西长期处在世界最高薪球员行列，这是他的财富地基。没有这20年的稳定高薪，就没有今天的10亿美元级别资产。但梅西真正的第2次爆发是2022年世界杯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世界杯之前，梅西已经是历史级球员，也已经非常有钱，但他的商业叙事里始终缺最后一块拼图。品牌可以说他是天才，可以说他是巴萨传奇，可以说他是7座金球得主，但只要世界杯没拿，总有一个故事缺口。2022年之后，这个缺口消失了，阿根廷夺冠，梅西加冕，整个商业价格直接重新计算。以前品牌买的是巨星，现在买的是完整球王，这2个词价格完全不同。然后2023年加盟迈阿密，这是梅西财富故事最聪明的一步。很多人以为他去美国是降低强度，准备慢慢收尾，但从商业角度看，这更像是从球员变成联盟增长合伙人，因为他的合约不只是薪水，还牵涉到 Apple、Adidas 美职联生态带来的特殊收益想象。这一步跟以前完全不同。以前梅西踢球，俱乐部付钱，现在梅西踢球，整个联盟、转播、球衣、社群、门票都跟住升值，这不是普通薪水，这是平台分润逻辑。梅西不止在球场上带球，他在商业上也把整个美职联往前带，他的奇怪收入还包括酒店和房地产。很多观众不知道，梅西名下有酒店投资，也有大量不动产配置，这很符合他的性格。C 罗喜欢把品牌打在自己名字上 ，CR7 到处开花，梅西更像安静买资产，把钱放进房产和稳定投资里。你不一定天天看到他宣传，但资产在后面慢慢涨。梅西的花钱方式也比较低调，豪宅有，私人飞机有，但整体不像内马尔那么娱乐化。他最大的消费其实是生活舒适、家人、房产和私人团队。这种花法不刺激，但很稳。你很少看到梅西因为奢侈消费成为新闻主角，这反而让他的商业形象更前进。他的历史地位太值钱，当一个人把足球踢成艺术，再把世界杯拿到手，那他本身就成了一种长期资产。每当我们还在为逐渐走下巅峰的传奇7号满心感慨、暗自伤怀之际，本次净资产榜单的榜首正是这位始终站在风浪最前线的男人 C 罗。C 罗估算净资产约12亿到14亿美元，很多资料都把他放在足球员财富榜第1的位置。如果只看靠足球、代言和个人品牌赚出来的钱， C 罗就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足球商人。他的资产结构大概是职业生涯薪水和沙特合约约50%，耐吉与其他代言约2%，CR7 品牌、酒店、健身、香水、服装约2%，房产、私人投资与现金资产约1%。C 罗的第一次财富爆发是曼联到皇马，皇马给了他全球舞台，也给了他最强商业包装，白色球衣、欧冠之王、金球竞争、全球巡演，这些东西让 C 罗从超级球员变成世界明星。第二次爆发是2016到2018年，2016欧洲杯 ，C 罗完成国家队荣誉突破，接着欧冠3连冠，个人品牌达到巅峰。这几年对 C 罗来说太重要了，
因为他不只是赢球，他把 CR7 这个名字打成了全球符号，酒店、内衣、香水、健身房全部开始有了故事支撑。第三次爆发是社群媒体 ，C 罗是足球世界最早真正把社群变成资产的球员之一。第四次爆发是2023年去沙特，很多人当时说他离开欧洲是竞技下滑，但从财务角度看，这是一笔历史级合约，那已经不是普通足球薪水，而是国家级体育宣传预算。C 罗把职业生涯后期变成了现金流最恐怖的阶段。普通球员35岁后收入下降，他38岁后收入反而爆炸。C 罗花钱也很夸张，但跟内马尔的夸张不一样。内马尔花钱像开派对，C 罗花钱像打造帝国和维持人设。豪宅、私人飞机、超跑、游艇、顶级保养、私人训练团队，这些都是他品牌的一部分。你看到的是奢侈，背后其实是我仍然是世界最顶级运动员的形象工程。最关键的是自律，这也是 C 罗能把钱留住的原因。很多球星赚得多，但职业寿命短。C 罗的可怕之处是他把巅峰期拉得太长，多踢一年，不只是多拿一年薪水，而是多一年曝光，多一年代言，多一年品牌增值。10年拉下来，差距就是几亿美元。C 罗不是单纯有钱，他是把自己从球员升级成品牌，再升级成资产组合的人。CR7 不是名字，是商标，不是球衣号码，是商业帝国。足球场上比的是90分钟，财富榜上比的是20年选择。你觉得10年后，你加上哈兰德的资产最可能超越梅西还是 C 罗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，也别忘记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